吉隆坡和新加坡当年对马来西亚执政者来说都是个威胁，但为何这两个地方会走向不同的命运呢？一个被开除国籍，被迫独立，成立新的国家；另一个只是被迫割地，变成直辖市，此后被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牢牢掌控。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为什么喜欢夺取其他州属的领土呢？不都是一家人吗？归你管和归我管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又在哪里呢？我们常说香港是一国两制的地方，但你知道吗？其实马来西亚也是差不多一国两制的。这时你可能觉得我在说东马和西马。没错，东马和西马的制度确实不完全一样，在西马实行的，不见得一定在东马实行。毕竟东马原本就和马来群岛是不相干的，尤其是在教育和移民方面，你会看到东马来西亚有自己的一套，不完全跟着中央的脚步。但今天我要谈的主角不是他，而是一个身处东马来西亚或婆罗洲，但行政和主权却完全归属于西马或马来半岛的一个地方。这是现代版的身在曹营，但心却在汉营。没错，那就是纳敏拉布安。马来西亚有3个直辖市，分别是首都吉隆坡、布城还有纳敏。但对马来西亚人来说，纳敏这个直辖市的存在感或许是最低的，尤其是对西马人。有些人甚至不懂纳敏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直辖市呢？是拿来干嘛的呢？凭什么这么小一个地方就值得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不惜代价把它从沙巴领土里夺过来呢？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的首都，成为联邦直辖区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应该由执政者控制。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最发达的州属雪兰莪长期被在野党控制的情况下，现在依然是。雪兰莪2020年的 GDP 高达3397亿马币，占全国 GDP 的20%，而且常年如此。总之，你记得那些在马来西亚比较发达的城市或州或省，通常是在野党的优势是比较强的，是他们的大本营，比如雪兰莪、槟城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人民教育水平比较高，对生活比较有要求，不容易受种族主义者煽动，因为他们口袋有钱，生活比较安稳，也跟得上国际主流。而比较乡区的地方或落后的州，通常是执政者比较有优势，详情我就不方便透露太多，你懂就可以了。在1969年的马来西亚选举后，反对党在多数州选中胜出。而那时候领导马来西亚的联盟党没有在雪兰莪州议会获得2/3多数议席，而时任雪兰莪州州务大臣拿督哈伦伊德里斯认为，吉隆坡 KL 是民主行动党 DAP 的大本营，这时的联盟党政府很难从吉隆坡完美地治理整个马来西亚。而当时吉隆坡还是雪兰莪州的省会或首府，而不是今天的沙亚南沙阿拉姆。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吉隆坡 KL 这个直辖区，那联邦政府控制的面积会是在哪里呢？象征意义又在哪里呢？难道重新找一块比较落后的地方，重新把它打造成新首都吗？那外国游客来马来西亚时，是打算让他们看大自然风景吗？所以当时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就要求把吉隆坡这个雪兰莪州的首府从雪兰莪分裂出去，形成一个由执政者控制的地方，不然的话，吉隆坡还是属于雪兰莪州的权限范围。而当时的雪兰莪州在野党有很大的优势，不然的话，你要联邦政府在哪里可以安心地落脚呢？吉隆坡从雪兰莪分离，联邦政府就给了35亿马币，分期15年给雪兰莪州作为补偿。所以，马来西亚第一个联邦直辖区或者是直辖市，就在这个原因和背景下诞生了。而布城这个占地49平方公里的地方，是因为当时联邦政府没有一个集中的行政中心，各个政府的部门都分散在马来西亚各个角落，再加上交通拥堵，影响了公务员的办事效率，所以就决定再从雪兰莪州割一块地方来建立这个新的直辖市，地位就类似今天北京的中南海。此后，所有马来西亚的重大决定和命令都是从这个地方发出的，而联邦政府就为了这个布城，向雪兰莪州支付了2亿令吉和每年750万令吉的永久拨款作为补偿。那拉布安纳敏呢？究竟拿来干嘛的？或许它的功能不是对马来西亚人行使的，所以马来西亚人对此比较无感，尤其是西马人。但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在国际上可是声名大噪的，它现在可是亚洲第3大的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
这3个直辖市是由联邦政府麾下的联邦直辖区部 Ministry of Federal Territories 直接管辖，不隶属任何的州属。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布城是行政首都和联邦政府的行政中心，而纳敏则是联邦政府设在东马的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和联邦政府设在东马的驻地。吉隆坡和布城是雪兰莪州的内飞地，纳敏则是沙巴州沿海的岛屿。在每年的2月1日，吉隆坡、纳敏还有布城都会庆祝联邦直辖区日。也就是只有这3个地方的人有机会放假哦，其他地方的人都没有机会放假。呵呵。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泰国为什么在向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同盟国宣战后还可以全身而退呢，而不用像日本、德国那样受到严厉的处罚和审判呢？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在1984年4月16日，联邦政府与沙巴州政府签署了纳敏联邦直辖区协定，纳敏正式成为马来西亚第2个直辖区。没错，它是第2个，不是第3个。对比首都吉隆坡和布城的巨额补偿，拿下纳敏可以说是1毛钱都没有给沙巴，是免费送给联邦政府的。而作为回报，可能就是联邦政府创造了和加速了岛上的经济增长，这让人想起纳敏成为一个小新加坡或香港的梦想。以上是引用了 Fauja Daduddin 的谈话，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来自沙巴方面的呼声，要求收复纳敏这块失地。前沙巴首席部长拿督杨德利 Datuk Yong Det Lee 曾说，沙巴应该开始与联邦政府谈判以收回纳敏岛，因为这样可以恢复沙巴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期间的原始边界。而现在的边界是离谱了，你看上图你就知道了。纳敏目前只有1名议员，如果纳敏重返沙巴的话，除了国会议员之外，纳敏还将获得额外的2到3名议员，这对纳敏来说是一个好事。而纳敏重返沙巴的过程可以从联邦和沙巴州领导人之间的原则决定开始，可以成立技术委员会来详细说明移交的过程，过后交由各自的内阁批准，然后再将其提交至统治者会议，而最后的政治步骤将是修改联邦宪法和沙巴州的宪法，以恢复旧的边界。有了政治意愿，整个过程只需要2年的时间。以上的话都是他说的哈，不是我。而曾担任第2沙巴首席部长的 Jeffrey Keatingan 博士也曾呼吁前首席部长当斯瑞哈里斯发起将纳敏返回沙巴的行动，因为他后悔在1984年将纳敏移交给联邦政府。他还说这是他最起码能做的事，以弥补当年的过失。通常嘞，没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人想要的，拿到也是个累赘。所以你看到大家都在抢纳敏，你应该知道它的价值了吧？纳敏的领土只有92平方公里，人口大约只有99000人而已，一个小岛而已，占马来西亚总面积不到 0.03%， 但其2020年的 GDP 高达76.5亿马币，占全国 GDP 的 0.54%。看清楚哦，一个不到 0.03 的地方，却占到了全国 GDP 的 0.54%， 其中金融行业贡献最大，占到了 57%， 而它的人均 GDP 常年排在马来西亚全国第2，仅次首都吉隆坡，高达17000多美金，是一个产出非常高的地区，在马来西亚。所以你现在应该更了解马来西亚唯一的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了吧？而同样是属于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原本也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但最后自己把它踢出去了。世界上还有第2个这种例子吗？欢迎在下方告诉我。在政治上，以他的角度来思考，或许是对的。然后他再次复制对新加坡的方案，把它用在吉隆坡身上，使吉隆坡成为一个直辖区，但在经济方面就损失很大。你看一下新加坡今天的发展，你就懂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了。吉隆坡依然保留在马来西亚国土之内，但新加坡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当年新加坡没有被踢出去，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或许吧。把你的意见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暂时就分享到这。下期我还会继续更新关于难民方面的金融知识。如果你想看的话，记得一定要关注或订阅我哦。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请你点赞、关注还有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如果你想看为何马来西亚建世界第2高楼呢？可以来到频道看之前的作品。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拜拜。